又要坐高铁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几乎全程都要在高架上面跑呢？为什么它就不能像普通列车那样把轨道直接铺设在地面上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从绿皮车坐到红皮车，再从红皮车坐到动车高铁的人而言啊，直观的感受除了速度越来越快以外呢，就是这沿路的画风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还能拿着水枪打开窗户去滋铁轨旁边的人呢。现在呢，窗户自然是打不开了，铁轨旁边也是架在空中的高架了。水枪还能通过安检上高铁吗？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上1看看啊。我也正好查到了一个资料，上个世纪90年代建成的京九铁路全程2000多公里，其中桥梁的长度却只有40来公里，占比只有2%。而到了2011年的京沪高铁开通的时候，正好就是我这趟坐的路线啊。1300多公里长的线路当中，有1074公里是开在高架桥上的，占比达到了81.5%，增长了40多倍。而这40多倍的增长背后呢，其实是有着3大原因的，它们分别是行车安全、资源保护和成本控制。咱们一个个来说。先说行车安全，高铁的平稳运行速度在300公里左右，复兴号更是达到了350公里。这么快的速度，如果地面稍有不平，都会对行驶中的列车造成威胁的。而建在普通地面上的路基呢，天然就有着更大的沉降概率，更容易把咱们的铁轨变成上下起伏。但是如果架空在高架上就好多了。高铁的高架桥桩基是很深的，最深的能够达到60-70米。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减少沉降，还能够通过动态调控把沉降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给安全行车提供了基础的保障。然后呢，就是水平方向上的尽量笔直了。其实啊，高铁最想要的就是那种从 A 地到 B 地能够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中间不带一点弯的，这样它就能够全程保持在最高时速，不用考虑什么离心力、什么刹车距离、什么视线障碍之类可能会造成事故的因素了。我们坐在车里面的舒适性呢，也能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点。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实它毕竟不是想象啊。前进的路上总有绕不过去的障碍，爬不上去的坡，怎么办？那就架高了走呗。虽然也会转弯，也要爬坡，但是却可以相对容易的把它们控制在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之上。比方说，对于以350公里时速运行的高铁而言，实现转弯半径大于7000米，竖直曲线半径大于25000米，最大坡度小于35%的要求。这要不是架高架，哪里的地面能够满足如此变态的要求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行车安全方面的原因，下面再说说资源保护，主要涉及到2点：耕地和生态。这是我在高铁上拍到的一些画面啊，可以看到，在铁路高架的下方，农田依然可以成片成片的连续展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要是把高架去掉，还能够这样吗？显然不能，对吧？一般来说呢，修建高架时对地面拆迁的宽度为18米，在修建完成之后呢，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还原和复耕。但是直接在地面修建的路基啊，则至少是40米起步的拆迁宽度，而且拆了就是拆了，完全就变成铁路的专用了。你想想看，在目前我国已有差不多可以绕赤道1圈的高铁运营的里程下面，如果大量采用地面路基，会让多少耕地消失呢？另一方面啊，高铁在建设中难免会穿过一些生态保护区，或者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以桥带路的方式就不会切断它们的迁徙路线，使保护区维持了整体的原貌，同时还可以避免人和动物在穿过铁路路线时呢发生危险。好了，修高架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成本控制了，这个好像有点反直觉啊。沿路打下无数的桩，浇起数不清的墩，吊起那么多的水泥块，成本不应该更高才对吗？怎么还会省钱呢？这个就要分成2个方面来说了。一个是传统的修路基并不便宜，另一个是建桥修高架呢，也并不如想象中的昂贵，尤其是当它变得更加标准化之后。如果是在地面修建高铁啊，就必须要先将地面挖开，再重新填充地基。在此过程当中呢，路基的每一处的形状、尺寸、压实程度、含水量、材料均一性、施工时的温度等等呢，都必须要做到严格的控制。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施工人员的素质、周边的地理条件，甚至是施工时的天气的影响，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成本自然也就拉高了很多。而建高架呢，基本上只要在野外的工地上按照标准流程建起桥墩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比如桥梁都可以在工厂里面按照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批量生产，不仅误差更低，效率还大增，成本自然也就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了。在这两者分头完成之后呢，剩下的工作就更简单了，交给机器就好了。它就是架桥机。这个玩意儿啊，可以像搭乐高那样，把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大块零件自动的搭在两个桥墩之间，误差还很小，效率还很高，直接就把架桥变得比平地更容易了。好了，综合起来，高铁之所以走高架而非走地面，主要就是这3大块的原因了：行车安全、资源保护、成本控制。你知道了吗？当然，这中间难免会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补充和指正。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SpaceX 在放了很多次烟花后，终于成功的掌握了精确回收火箭的技能。每次在看到那根有15层楼高的细管子垂直降落在圆形的靶心时，都有一种十分魔幻的感觉。这也让我非常好奇，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先说结论啊，总结起来无外乎就是2个原因，一个是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另一个就是要开上设计精良的火箭。下面我们就来展开。从菜鸟熬成老司机，你需要多久呢？Elon Musk 交出来的答卷是4年半，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枚叫做蚱蜢的火箭试验器。从2012年下半年起到2013年的秋天，这款大致模拟猎鹰9号第一机尺寸装着梅林 EC 发动机和固定支撑脚的火箭，一共发射了8次，从滞空3秒增加到滞空79秒，从只能勉强上升到特朗普头顶，一路延伸到744米的高度，这就算是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到了第2阶段 ，SpaceX 就开始把蚱蜢改的几乎跟真正的猎鹰9号差不多了，用新一代的发动机装上可收放的支撑脚，顶部也加上了控制姿态的格栅。从2014年4月到8月，这个被称之为 F9R DEV1 的火箭一共飞了5次，最高飞到过1000米，并且几乎都成功了。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在第5次试验的时候呢，意外放了1次烟花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炸出来的也是经验嘛。试验火箭正好没了，那咱就拿真火箭来飞呗。于是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试验就进入了第3个阶段，用真正的火箭利用每次实际的发射任务来进行测试。这个阶段就有点像是你学车之后终于要上路了，之前在机器上模拟驾驶的再好，在驾校场子里圈圈绕的再顺，一上大路都不一定灵啊。SpaceX 也是这样，从2015年年初一路炸到了2016年的春天，才最终让自己的猎鹰9号稳稳地立在了海面回收平台上，终于算是把经验值都攒够了。于是接下来的路就顺利多了。2017年火箭回收成为常态，2018年除了回收成功率保持在100%外，着陆精度更是提高到了10米以内。要知道这项指标在5年前可是10公里啊！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SpaceX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回收火箭的，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经验。第2个原因呢，让我们看看猎鹰9号身上到底装备了哪些黑科技，才能让它从大气层边缘精确地返回到着陆点呢？这里主要有6个。第一个就是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的发动机。所谓推力矢量，就是指发动机所产生的推力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是个军迷的话，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东西了，在如今的战斗机上它都快成标配了。推力矢量能够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对于像猎鹰9号这样需要华丽转身、有着高机动性要求的火箭来说，这个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第2个就是位于火箭第1机顶部的8台冷气推进器了，它们靠喷出氮气产生的反作用力来调整火箭的姿态，尤其是在第1机和第2机刚刚分离时，转身掉头就靠它了。至于谁还能把它玩出新高度，那就得要数瓦力了。第3个很重要，就是可以重新点燃的主引擎了。当猎鹰9号到达分离高度后，第2机火箭点火，继续把载荷送上轨道，而第1机火箭的发动机呢，则熄火，接着通过冷气推进器将姿态调整为底部朝下，开始不再爬升，而是落向地面，重新进入大气层。此时啊，为了减速进入大气层，以减少摩擦对火箭表面的2次损伤，9台梅林发动机中的其中3台又会重新点燃，推着火箭好让它慢点下落，之后会暂时关闭，接着又在接近地面时再次开启，进一步的减速，直到最后把火箭温柔地放到回收平台上。第4个就是装备在猎鹰9号上的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了。
惯性导航系统会使用多种传感器来测量火箭的位置、飞行方向和速度等信息，而全球导航系统则会不断的收集火箭的地理定位信息，这些信息都会实时传到火箭的电脑里面，并跟预设的飞行路径进行比对。如果有任何的偏差，电脑就会及时的对火箭的方向和速度做出调整。用什么来调整呢？刚才说到的可以随意开关的引擎是一方面，推力矢量是另一方面，还有被瓦力玩得很溜的氮气推进器也是。还有吗？有的，正好是我们要说的第5个，就是同样位于顶部的格栅旗了。还记得吗？这在 SpaceX 的第2阶段可回收火箭实验中就已经用上了，事实证明非常的有效。4个活动灵活的态质格栅旗可以在火箭重回大气层之后呢，有效的利用空气动力学来精确的控制这根管子的降落姿态，为10米精度提供了最佳的保障。那么第6个就是可以展开的支撑脚了，不要小看它，因为临门一脚决定了胜负的关键嘛。它们是由碳纤维和铝制成的，展开之后跨度达到了18米，并配有特别的缓震器来减少硬着陆时的冲击力。整个系统加起来才不到2100公斤，真的是又轻又结实，还有好看呐！不得不说，埃隆·马斯克有的时候确实是扮演了一个造梦者的角色，一次次的把我们的想象力推到新的高度，希望在未来惊喜不断。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有句话说得好，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如果把它放在盖楼上面，那我们就可以换成塔吊有多高，盖出的楼就有多高，没错吧？塔吊这东西，相信人人都见过。但我不明白的是，在他将数十上百层的摩天大楼盖出来以前，他自己又是怎么穿的这么高的呢？难道是他自己长高的吗？事实上还真是这样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些伴你成长的塔吊到底是如何一步步长高的。首先，想要长再高，都只有扎根大地才能办得到，所以塔吊的建设也是始于向下挖掘的。在挖坑打桩，灌上钢筋混凝土之后呢，就可以在移动式吊车的帮助下拼装起 1.0 版本的塔吊了。为什么叫做 1.0 呢？因为移动式吊车的吊臂高度都是有限的嘛，所以能拼出来的也就是一个矮个子塔吊。不过除了个子矮点以外呢，其余该有的此时已经一个不少了。我们来看看分别都有哪些。从下面开始呢，塔吊的塔身由一个被称之为标准节的横架构件连接而成。一开始能够装上几节，取决于所使用的移动式吊车有多大的能耐。然后在塔身上方会装上转台，它可以让塔吊的顶部在操作员的控制下360度的旋转。当然转上一圈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坐在这个连着转台的驾驶室里面的操作员呢，大概得像我这样是个慢性子才行啊。好，接着往下看，接在转台顶上的是塔尖，一左一右伸出来的是吊臂和平衡臂，它们一长一短水平配置，和塔身组成了一个大写的 T 字母。为了减轻两臂做伸展运动时的压力啊，通常还有几根拉杆再把它们挂到塔尖上。好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塔吊的模样了。在开始说它们是如何自己往上涨之前呢，我想先解决一个可能困扰了你很久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如何做到在吊不同重量的物体时都让自己完美的平衡的呢？要知道啊，塔吊真的就是一个平衡游戏。如果它不能把自己的重心控制在塔身的中心，也就是支撑点的范围之内的话，再结实的结构都会在瞬间崩溃。如何才能把重心放在支撑点呢？杠杆原理告诉我们，只要左右两臂的力矩相等就可以了，而力矩等于受力的力臂长度乘以所受之力。放在塔吊上面啊，就是要求平衡臂的长度乘以挂在它尾巴上面的混凝土配重之后呢，等于吊臂的长度乘以吊起来物体的重量了。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平衡臂长度一定，配重装上去之后就变不了，它们相乘得出来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杠杆的另一边呢，吊臂长度一定，但每次吊起来的东西肯定有轻有重啊，那每次相乘不都是一个变数吗？为什么塔吊却依然可以保持平衡呢？秘密就在于吊臂上可以往返运动的载重小车了，挂着起吊重物的其实就是它了，而它则可以根据起吊重量来调整吊臂这边真正的力臂有多长，使乘出来的力矩恰好跟平衡架那边保持一致，这样塔吊就自然能够继续屹立不倒了。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水平臂塔吊的情况，还有一种塔吊啊，叫做动臂塔吊，它是利用上下升降吊臂来完成对力臂长度的调整的，看起来也是很酷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塔吊开始往上涨咯。秘诀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接骨手术，需要用到的是一个叫做爬升架的特殊装置，不同于四面都是封闭的塔身，它有一面是开放的，而且高度呢也正好跟一节塔身标准节相当，所以你猜猜它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为了能把用来增高的标准节划入其中的嘛。它首先会从塔身的底部上升到转台下方，然后接替原来最上面的那段标准节，把转台暂时装在自己头上。与此同时啊，塔吊吊起一根标准节放到爬升架的滑槽内备用。真正的大力出奇迹就开始了。爬升架在液压的加持下，开始顶着转台以上的部分慢慢的往上爬去，直到中间空出了一个标准节的位置，然后等在旁边的标准节就滑了进去，工人再将它与塔身固定，结果就这样完成了。至于想要再高，那就继续重复这样的动作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所以我才说嘛，它是自己长起来的。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看起来像是长在几十层楼顶上的塔吊，也是这样一节一节拼上去的吗？那得需要多少个标准节才行啊？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多少的标准节，能长那么高，完全是因为他们爬上了巨人的肩膀而已。怎么爬的呢？我们来看看啊。1.0 版本时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塔吊还非常的类似，只不过是把最下面的那根标准节换成了是带有起重机的而已。但接下来啊，它就不是在旁边盖楼，而是盖楼来把自己围在当中了。等建好几层楼之后呢，它会在顶楼和中间楼层分别装上一个导梁，然后在两边插上攀爬导轨，接着松开第一节同地面基座之间的连接，打开起重机的液压泵，一点一点的沿着导轨把自己给顶上去，直到底部的棘轮卡进了第一个导梁的孔里面。下面大楼继续往上盖，塔吊则继续往上爬，不断重复此过程后呢，摩天大楼和小矮人塔吊都站到了云端。也不知道啊，这究竟是谁成就了谁呢？我只能说真爱无敌。我是火箭叔，记得关注我，因为下期肯定更精彩。高空抛物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如果抛下来的是一个长6.1米、粗0.3米、重8000公斤的乌棒的话，那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了。谁有可能会像这样往下抛呢？美国至少他曾经这样想过。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本应该锁死在科幻小说里面的超级武器。说起来很有意思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由一个科幻作家最先提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杰里普内尔，计划的名称叫做雷神计划。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他呢，还是一个在波音工作的研究员。估计他很快也就意识到自己的脑洞更适合写科幻而不是搞研究，所以就转型了。说回到雷神计划本身啊，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呢，实际上是有历史背景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在变得越来越热，不管是太空竞赛还是军备竞赛，双方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一击必杀，直接把对方摁在地上爬不起来。所以洲际弹道导弹越射越远，核弹头的当量越来越大，侦察机和战略轰炸机也是越飞越高。为什么不再飞高一点，到地球外层空间去部署轨道武器呢？谁还能难得住我？但这谁都能想到，对吧？你去我去，大家都去把核弹往上搬，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107个国家坐在了一起，紧急签署了一份外层空间条约，禁止所有人把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在地球轨道上，算是最低程度的确保了地球不会被人类给玩毁掉。但美国人其实是耍了一个小聪明，条约禁止核武器，但并没有禁止我放一个甚至连常规武器都算不上的电线杆上去吧。所以雷神计划里面出现的武器呢，就正如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一根根长得像是电线杆的乌棒，它们被捆扎在一起，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在近地轨道上围绕着地球旋转，而且只需要在一个轨道上部署6到8个这样的箭篓子卫星，就可以确保在15分钟内对任意一个地面目标发动进攻了。那么这些不带炸药的乌棒到底威力如何呢？根据美国空军在200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啊，当运行速度为8公里每秒的乌棒从轨道上释放之后呢，即使穿越过厚厚的大气层并损失掉大部分的能量，仍然会以差不多10倍的音速撞上目标，从而造成巨大的破坏。我们拿公式来算一下，就能够体会到这股骇人的能量了啊！1K 等于1/2 mv 平方，这里的 m 质量大约是8000公斤，速度 v 大约是每秒3000米，算下来就是3.6乘以10的10次方焦耳的能量，相当于8.6吨的 TNT 当量，造成的破坏相当于一场正常发挥的龙卷风，或者是一枚小型战术核武器，毁掉一艘船、一座桥、一栋楼和一处地下核设施都是绰绰有余的了。而且啊，由于它发射隐蔽，速度又快，所以几乎是没法预警拦截和击落的，简直称得上是一件完美的武器。你看，又完美又不违反国际协定，那为什么雷神计划迟迟还没有上天呢？
其实啊，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确是非常认真的研究过这个计划的，甚至已经准备好要开发相关的卫星系统了。但怎奈那个时候发射1公斤重的载荷到轨道上去都代价不菲，更不要说是一个8吨重的载荷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根，要是一捆，再加上必要的飞行和控制系统，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但你肯定还是很好奇，这样无法想象到底是无法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来算一下就知道了啊。作为对比呢，我拿现在报价最低的猎鹰9号同史上最贵的土星5号进行对比啊。猎鹰9号单次发射的报价是6200万美元，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是63.8吨，在一点也不浪费的情况下，每吨的发射费用就是97万美元。再来看土星5号，我查到的单次发射费用是1.8亿美元，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是118吨，平均下来每吨的花费就是153万美元。但是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元，要是放在现在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不同时期美元跟黄金之间的兑换价格来估计一下，结果就差不多是等于现在的4500多万美元。这还只是发射1吨上去的开销。在这张概念图中，一捆钨弹的数量是12根，也就是说光这些钨弹本身就重96吨了。在上个世纪至少需要43.2亿美元才能发射这样的一个卫星上去，成本的确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如果放在现在呢，如果拿猎鹰9号送他们上去呢，就只要9300万美元左右了，而且这还是被 Elon Musk 赚走了30%之后的费用。如果 Elon Musk 不是更爱人类，而是更爱国的话，完全是可以给美国空军打个7折的。所以我们的头顶上真的就没有这玩意儿吗？好吧，即使现在没有呢，未来也可能有；即使未来没有这个，也有可能有那个。那个是什么？是天基激光武器。有报道称啊，美国正在研究2种基于轨道的定向能量武器，一种是可以用来防御敌方来袭导弹的兆瓦级激光武器，另一种是可以发射亚光束离子的离子束武器。想到早在2003年，美国就把一台兆瓦级红外线激光器装在过一架改装后的波音747的头部了。我觉得他们还真是有可能在2023年实现天基激光武器的在轨试验呢。而且这次又不违反1967年签下的保证书。我在想啊，这保证书是不是就是美国人自己起草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说到凹造型，谁能凹得过航空发动机上面的叶片呢？你看它完美的 S 型身材，正好扭得恰到好处。前几天往返新疆，又坐了好几趟飞机，每一次登机前呢，我都会对发动机多看上几眼，确实是很着迷啊，尤其是对那些弯刀状的叶片，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有一个问题就蹦了出来啊，为什么航发的叶片都要扭成这样的 S 型呢？而且越新的发动机似乎叶片也扭得越厉害，它们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先说结论啊，扭成 S 型的航发叶片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发动机整体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二是可以减少叶片的振动，降低温度和噪音；三是可以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那么这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展开来看。当叶片以某个恒定的转速旋转起来时，由于离轴心距离的不同啊，所以叶片上每个位置的周向速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它们在旋转平面上画弧线的速度。拿离轴心最远的叶尖和离轴心最近的叶根做对比，虽然转完一圈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划过的弧线长度明显不同嘛。叶尖画了个大圆，叶根则画了个小圆。根据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就可以得出啊，叶尖的周向速度是远大于叶根的周向速度的。这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整个叶片从叶根到叶尖保持着同样一个角度，也就是同一个迎角的话，会让叶尖推出的空气远大于叶根所推出来的空气。换句话说就是啊，叶尖所受到的空气压力是远大于叶根了。这种不平衡呢，会带来很多直接的后果，比如明显的震动、巨大的噪音和快速的升温等等。更严重的话，还会造成叶片断裂。所以工程师就让叶片扭曲起来，从叶根的大迎角逐渐变成叶尖的小迎角，这样就能够让叶根即使速度慢一点，还是可以跟叶尖推出差不多的空气了。整体就实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你仔细观察一下，几乎所有的风扇叶片呢都是这样的设计。但为什么航发的叶片除了这样扭以外，还要再进一步扭成一个 S 型呢？其实是为了实现超音速。
不是飞机的超音速啊，而是叶片尖端的超音速。现代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呢，为了获得大推力，其风扇叶片的转速是比较高的。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一样，即使叶根不超音速，叶尖肯定已经是超音速了。而超音速后会产生激波，激波则会带来更大的震动和阻力。怎么办呢？那就学机翼的样子嘛。你看看现代飞机，尤其是战斗机的机翼都是后掠的，就是为了把产生激波的速度极限往上升啊。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如果是个直翼，就像很多二战飞机那样的话，气流划过机翼表面的速度就跟飞机前进的速度正好相等了。这样一旦飞机的速度达到音速之后呢，激波便会立刻在机翼上产生，很不划算嘛。那如果我把机翼后掠或者前掠一下呢？飞机还是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但是来到机翼表面的气流却由于角度的产生被分到了2个方向上，垂直于机翼前缘的弦向气流和平行于机翼前沿的展向气流。既然是分解出来的，那这2者显然都会小于实际的气流速度，也就是飞机的飞行速度了。所以就可以让哪怕飞机已经超音速了，但机翼上的弦向气流还是不会超音速，于是激波的产生就被滞后了，飞机也就能够飞出更快的速度了。航发风扇上的 S 型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其往前掠的造型明显就是为了提高超音速的宽容度的，而在尾巴处又要再勾一下的目的呢，则是为了减少被离心力甩出去的空气，使它们能够尽可能的集中到发动机的中心，提供最大的效率。最后一点啊，则跟航空发动机的类型有关了。准确点说喷气式客机用的发动机呢，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其贡献出最大推力的部分，并不是经过核心燃烧后所喷出来的空气，而是围绕着核心从旁边经过的那些被风扇吹出去的空气了。所以你看这个大风扇呢，实际上要起2个作用，一个是在中间为发动机的核心提供空气，另一个是在周围为旁路提供空气。2者的用途完全不同，因此对气流的要求也是完全不同的。进入到核心的空气，为了让后续的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机能够高效工作，必须要创造出直接气流，而进入旁路的空气则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航发风扇几乎在中间快要扭平了的另外一个原因了，为的就是在这儿让气流更直接的通过。好了，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航发风扇为什么要扭成 S 型呢？一是为了让叶尖和叶根推出的空气大致相等，二是形成一个超音速的翼形，减少激波带来的影响，三是能够让更多的直接气流流入到发动机的核心里面。你记住了吗？这个呢，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所有美的东西呢，它必定也是美的有价值的。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架飞机不得了，它叫做飞行的剪刀。为什么要叫飞行的剪刀呢？因为它真的很像剪刀呀。难不成设计它的工程师是剪刀手爱德华的粉丝？不对，那是一部1990年的电影，而这架飞机嘛，设计于1979年，代号 AD-1。后掠、前掠、可变后掠，还有二战时普遍的不掠，长着这些机翼的飞机呢，我们算是见多了。但是像 AD-1这种一半前掠一半后掠的飞机，还是真的很稀罕啊。所以我就想要多问一句长成这样，你究竟想要演哪一出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也许你会认为机翼这种对飞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一定会被飞机爱得不要不要的。其实并不是，它俩的关系还挺矛盾的。一方面呢，飞机的升力全凭机翼来提供；另一方面飞机的速度也被机翼所限制。为什么？因为无后掠的直翼虽然能够提供最大的升力，但是飞快起来却会在机身还没有超音速的时候呢，自己就先超音速了。这是由于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流速更大所导致的，所以一下子阻力大增，此刻的飞机想要再超过音速呢，已经很难了。而如果考虑到超音速性能让飞机有一个更好的空气动力学外观的话，那就应该把机翼变得尽量后掠，但后掠的机翼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升力，在起飞和降落这种最需要升力的时候呢，就变得十分危险了。你说要是都升不上天的话，再好的气动性又有何用呢？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只能针对机翼所提供的2个方面来选出一样进行优化，要么选起降性好，要么选高速性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滋味很难受啊。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新的概念逐渐出现了，可变后掠翼啊。起飞和降落时，让机翼处在最小的后掠角上，以便获得最大的升力，提高安全性。
飞上天空后，再让机翼滑到最大后掠角上，以便延后超音速阻力的出现，提高高速性能。这两者不就兼顾了吗？最早实验这个想法的是德国人，2战时期就造了一架叫做梅赛斯密特 P1011的原型机出来。但只能在地面上改变机翼的后掠角。真正把可变后掠翼带上天空的是后来美国的 X5试验机，它采用一套电动马达系统来调整机翼的后掠角度。虽然只造了2架，还坠毁了1架，但是却收集到了宝贵的飞行资料，并使这个想法得到了验证，这才有了后面的 F14、熊猫、米格27、狂风等等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了。好了，该说到 AD1 了啊。它也是一架可变掠翼的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呢是个直翼，当飞到最高速度后，机翼就可以绕着中心旋转60度，变成一把剪刀了。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做的目的一定跟可变后掠翼是类似的，就是为了提高飞行的速度极限嘛。因为机翼后掠和前掠都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甚至前掠可能还要再更好一点哦。这个视频呢，欢迎大家去看看，里面有详细的讲到。但是既然后掠翼的飞机已经都有了，为什么还要再整出这么一个怪胎出来呢？它相比起纯粹的后掠翼到底还有什么好处？肉眼可见一点就是后掠机构被大幅简化了。当2个翅膀都需要后掠时，需要2套旋转机构，而 AD1 连在一起的翅膀呢，旋转时则只需要1套马达了，成本立马省了一半。这就是最明显的第一点原因了。第二点原因还是跟后掠机构有关。当左右机翼是一个整体，并只被中间一个连接机构连在机身上时，它相当于一个吊车，通过这个连接点来把飞机吊上空中。在这个连接点上呢，只会受到向上的拉力，并且不管机翼怎么转，情况都不会发生变化。这有助于简化在此起连接作用的后掠机构的结构设计了。再来看看普通的后掠翼呢，由于每根机翼都同机身单独连接，像是拽着螺丝的扳手一样，所以它施加在连接点上的就不是一个垂直向上、方向不变的拉力了，而是弯曲力。更糟的是随着机翼后掠角的增加呢，这个弯曲力还会进一步在机翼平面上合成扭转力，有一种想要把机翼扭成麻花的趋势。这就要求后掠机构必须要设计的足够强壮才行，成本、重量都上去了。而且还必须要有2个，相比起剪刀手 AD1 上面那一个简单的图钉来说，当然是不划算的多了。第3点跟普通后掠翼飞机变化的升力中心有关了。随着机翼后掠，其升力中心也在后移。如果此时不做相应的补偿呢，比如调整机翼的控制面来平衡这个趋势的话，那么飞机就会头冲下一路扎到地面上了。而这样的补偿又会增大飞机的阻力，提高油耗。付出的代价也不算便宜的。但你看看 AD1 就没有这个困惑了，因为一前一后的掠翼是对称的，所以升力中心一开始在哪儿，掠完之后还是在哪儿，不需要补偿，不需要增加阻力，不需要多烧油，再记上一笔划算的账。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很计较钱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包括把飞机改成4不像。你看这样一来，升力又大又不耗油，速度还快。AD1 的设计者呢，其实是希望这样的飞机能够实现短距离起飞、长时间巡航，成为更合格的空中加油机和潜艇猎手的。但是它显然不够争气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它的优势，虽然明显，但还不至于压倒。而它的缺点嘛，就是压倒一切的致命了。主要有2点一是随着机翼转动的角度变大，沿着机翼方向流动的展向气流也会变大，它会加剧作用在机身上面的侧向力，并将它重新定位到一个方向上，使飞机发生滚转和偏航的方向上。为了抵抗这一点AD1 在机翼掠到最大角度时，必须先主动把自己的鼻子向右旋转1度，然后整个右侧再向下旋转7度，才能够正常飞行。这种精准的操作几乎不太可能由飞行员来完成。第2点呢，这跟控制面的失速有关了。前掠的机翼首先会在一根处失速，后掠的机翼则首先会在一尖处失速，但控制面都在靠近一尖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后掠机翼的控制面比前掠机翼的控制面更早的失速，使飞机的一侧开始失去升力，飞机便会向着这边滚转并偏航了。但偏偏我们还就是失去了这边的副翼的控制能力，使想要纠正起来也变得十分的困难，很容易就进入到恶性循环，并最终演变成一场螺旋状的高空跳水了。所以缺点大大压过了优点。AD1 也在飞行了79次之后呢，于1982年的8月7日结束了其短暂的一生。
尽管飞行的剪刀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这架试验机留下的许多宝贵遗产也增加了工程师们对飞行器设计的认知。的确啊，飞机设计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高度依赖的学科，希望能够在未来多看到我们自己的怪飞机上天，这样离各种各样的突破也就不远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飞机下降前呢都会广播，你有没有算过啊？从开始广播到实际落地，一般都要用多长时间？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吧。但航天飞机从同样的高度落地只需要3分半钟。我们来算算啊，拿普通民航飞机11000米的飞行高度来除以3.5分钟，得出的结果是航天飞机的下降速率达到了3140米每分钟，换算成时速呢就是19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自由落体的最终速度了。的确是正儿八经的掉落回来的。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见它被摔得粉身碎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航天飞机那不可思议的降落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始于垂直高度在300到700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终点则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条跑道上。所以航天飞机实际上要干2件事情啊，一个是降低垂直高度，另一个是跨越水平距离。但最有意思的是，这两者它都是靠借力来完成的。降落借的是地心引力，跨越就更绝了，借的是地球的自转。举个例子啊，假如此时航天飞机正在南美洲上方以28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绕行地球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飞到目的地的上空呢？打个转向灯，直接拐个弯飞过去，可以吗？可以的。但是在太空中转弯呢，全靠发动机，而打开发动机就意味着要烧燃料。不巧的是，航天飞机的燃料罐已经被它给扔掉了，就是起飞不久后与机身脱离的那个橙色大罐子了。此时的航天飞机呢，只在这2个小引擎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的燃料，它们叫做轨道机动发动机，主要起2个作用。一是在发射的最后阶段，当这3个大引擎全部断粮之后呢，最后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送到最终的轨道上。第二是当任务执行完毕，需要返回时，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的速度降低一点点，好让它能够开始往下掉。所以这么说起来啊，它是既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拐弯，而真要是拐弯了呢，也就别想着减速再回地球了。自然宇航员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他们该怎么做呢？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着地球自己转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地球在自转，而航天飞机的绕行轨道却没有转，两者的相对位置当然就会发生变化啦。等到航天飞机的轨道已经来到了肯尼迪中心的上空时，它就可以掉个头，把轨道发动机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光光，来减速，开始准备下落了。你说掉头这种操作它是怎么完成的呢？是靠这些在机鼻和机尾处分布的几十个小型推进器来完成的了。就连每个轨道机动发动机身上呢，都有12个这样的推进器。当反推结束之后，航天飞机的速度大约下降了每小时400公里，足够它脱离轨道开始下落了。从这里开始剩下来的一切那都是滑翔了。是的，这大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最重、最快的一架滑翔机了。大约滑翔半个小时之后呢，航天飞机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了。此时它的速度为27500公里每小时左右，音速的23倍，所以会与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航天飞机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摩擦来减速啊。于是它将机头翘起大约40度，用自己的腹部来冲着前方的空气，以便达到最好的减速效果。在巨大的热量下，空气都已经被电离了，所以从各个视角看起来呢，此时的航天飞机都像是被包裹在一个火球当中，而阻止它真正燃起来的是机腹上盖着的2万块硅板和机鼻与机翼前缘部分的碳复合材料了。它们都有绝佳的隔热性能，尤其是碳复合材料，所以你应该就知道航天飞机在重回大气层中最热的部分在哪儿了吧？就是在这个灰色的部分。当年哥伦比亚号灾难的发生呢，就是由于翼尖部分的隔热材料受损造成的那是一个既悲伤又富戏剧性的故事。改天我们来好好讲讲。就这样，靠着与空气摩擦呢，航天飞机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同时高度也降低了。看起来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就在前方8000公里处静静地等待着。但是降低的高度带来了升高的空气密度，这个时候呢，机翼就遇上了一点麻烦了，因为升力开始产生了。
咦，有升力不是很好吗？飞机不都是靠升力来飞行的吗？是的，对飞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此时的航天飞机它还不能算是飞机啊，它只能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返回器而已。有升力是很麻烦的，如果任由升力产生的话，它会被重新推出大气层，然后像打水漂那样，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此时，减小升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进一步抬高机头，产生更大的阻力来将速度减掉。但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超过隔热材料吸收极限的高温，将整架航天飞机融化掉。所以角度不能变，因此升力的大小也没法变。那能变什么呢？能改变升力的方向啊！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机翼向上的。如果我们把航天飞机侧过来，自然也就改变了升力的方向了。侧得越厉害呢，升力在垂直方向上的作用也越小，就越能够避免发生打水漂的现象了。但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啊，机身侧过来，升力不就会把航天飞机推向侧面吗？没错啊，所以它就要左侧侧在右侧侧完美的走出一条波浪线出来。经过这一顿操作，航天飞机的速度已经降到了2750公里每小时左右了，正式成为了一架飞机。只不过呢，是一架设计的比较糟糕的飞机了。你从它小得可怜的机翼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在操纵空气方面它是捉襟见肘的。好在啊，一套由5台电脑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副翼和纬度来有限的控制航天飞机的翻滚、偏航和俯仰的。甚至还能这样将纬度分开成2半，变成一个减速器呢。在来到高度3000米时呢，航天飞机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向，对准跑道开始俯冲了。说俯冲呢一点也不为过，普通民航飞机在下降的最后阶段，滑行路线与地面的夹角在3度左右，速度在2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航天飞机呢，夹角是20度，速度是55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它就是撞上去的。为了避免真的撞上，飞行员会在最后只剩几百米的时候呢，紧急将机头拉起，再次像是在大气层顶端那样，用速度来换阻力，帮助航天飞机最终降到360公里每小时的触地速度上，然后啪的一声，在继续滑上5公里后呢，终于停了下来。时间从启动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发动机减速开始，只过去了1小时05分。差不多就是你的机长告诉你飞机准备下降所要用到的时间了。可它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呢，是你的40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最近啊，我体验了一把失重的感觉，那是在飞机上。从新疆到重庆的整个航程，飞机几乎都在颠簸，偶尔还会来一点大的，于是马上就失重上头了，既难受又恐怖。你呢，有没有体验过失重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体验到的？可以分享一下哦。你说我们偶尔失重一下就很不好受了，航天员在太空中天天都失重，他受得了吗？感受还在次要，失重对人体本身的伤害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骨骼和肌肉退化，心脏和视力出现问题，就连认知能力都会大为下降。NASA 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呢，重回地球引力的怀抱。但显然啊，地球拥抱他的双手太过热情，以至于让已经习惯了低重力的凯利招架不住。当他迈出最初的几步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婴儿学步更加容易。他的腿并没有及时回忆起曾经是如何协调工作的。重力的缺乏使凯利的身体远离了原本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平衡感与协调感。这两者啊，哪怕你在太空当中踩再多的跑步机，也无济于事啊，唯有重力能够给予。好吧，国际空间站呢，都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东西了。那你说我们正在建造中的最新的中国空间站，为什么就不能采用人造重力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造重力这个已经在科幻的世界里面存在了几十年的技术。人造重力难吗？它难在哪儿呢？好吧，还是先说答案啊。技术上呢一点也不难，但实现起来却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转圈圈就能模拟出重力了，但圈圈它该有多大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和《星际穿越》当中呢，整个太空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车轮一样，利用旋转创造出人造重力，使内部的人员可以像是行走在地面上一般舒服的运动。很可惜啊，至少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真正这样行走过。不过最接近它的体验，你可以在游乐场里面找到。做一次大型离心机，一定能够加深你对人造重力的理解。但我建议你最好是提前准备好一个呕吐袋哦。
对了，这也是旋转出来的人造重力很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之一，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讲到的。之所以旋转能够产生重力呢，我们得要感谢向心力。因为当旋转起来之后呢，你背后的墙面就会在向心力的作用下不断的推着你，迫使你跟着它一起旋转，而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被甩出去。此时呢，你与离心机是相对静止的。当我们把参考系放入到这个相对静止的系统里面时呢，神奇的重力感便产生了。你被一股力量拉向墙面，当抬腿。NASA 早在1960年代就开发出了一台巨大的离心机来测试模拟重力的可行性。当我们随宇航员一起进入到被称为是旋转参考系的离心机内部视角后呢，相对来说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而我们是保持静止的。在这里，如果离心机旋转的速度恰好合适的话，一切的跑、跳、走都跟地面上无异了。牛顿第三定律工作良好，由向心力带来的离心力变成了一个绝对真实并且可以测量的重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创造人造重力其实一点也不难嘛，真正难的是尺寸。还记得我刚才说过了吗？一个恰到好处的旋转速度是产生出人造重力的关键，而问题就在于恰到好处的旋转速度跟离心机，也就是想要制造人造重力的太空站的尺寸关系密切。当它的直径越小时，就越需要更快的旋转速度。你想也想得到，生活在这样一个转得飞快的陀螺里面，一定不是很好玩。不像电影演出来的那样，弗兰克·普尔肯定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在这样的转速下，旋转参考系里面的科里奥里效应将会非常明显，它会让你在里面的运动方向受到偏转。你只要想想，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旋转参考系里面，我们都需要考虑科里奥里效应对火车左右铁轨的不同磨损程度所带来的影响，就能够知道在8米半径的旋转空间里面，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想从坐着站起来呢，都会让原本向上运动的脑袋变成一条向下运动的曲线，然后直接就把你撂倒了，还谈什么慢跑呢？科学家估计想要让旋转速度慢到勉强能够适宜人类居住的话，这个结构的半径至少也得是100米，2个国际空间站加起来差不多有那么宽了。所以不管是发射它还是安装它，都是一个超级花钱和超级费时的事情。有人估计过，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一开头的那个半径150米的旋转太空站，大约重68000吨。咱们不管他们是怎么估算出来的，总之，如果按照目前我们的胖五最大25吨近地轨道运力来算的话，也需要发射2720次才能将它送上轨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而且即使真的把它给建出来了，仍然会有很大的问题。比方说，由于半径还是不够大，它会让你的头和脚处在2个明显不同的重力区间，想起来还挺诡异的。但实际情况不止诡异，而是危险了。因为你的心脏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够把脚上的血液拉回到头上，从而保证正常的血液循环。并且呢，你还要习惯于生活在经常性的晕头转向当中，因为如果你弯下腰，甚至只是左右晃一下脑袋的话，都会让耳朵里面的陀螺仪内耳前庭突然间就切换到另外一个重力频道上了。你知道眩晕想吐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想要人工制造出重力通过旋转就可以实现了。这并不难。也许在不久之后呢，就有类似的航天器可以升空了。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能够帮助宇航员更加安全地执行太空任务。至于想要满重力生活在太空当中嘛，还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期待科幻早日变成现实。2, 1. We have booster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Space Shuttle Columbia with a multitude of national... 在离开地面80秒之后呢 ，NASA 就已经知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有去无回了。如果你是上面的航天员的话，你是希望知道真相，还是蒙在鼓里呢？迄今为止总共有569个人类进入过太空，但其中的12个呢，却再也无法返回。2003年失事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呢，就占了7个，超过了死亡人数的1半。所以说它是人类航天史上最重大的灾难，一点也不为过。然而这个灾难其实是可能被避免的，怎么回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先快速的将整个事件还原一下2003年的1月16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这是它的第28次飞行任务，准备在地球轨道上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按照设计呢，一架航天飞机是可以反复飞行差不多100次的，所以对于本次任务的7名宇航员而言，这不过只是一次再普通的飞行罢了。随着航天飞机加速机身、助推火箭、燃料箱都开始同空气剧烈的摩擦了起来。在升空大约80秒的时候呢，地面摄像机拍到了一片隔热泡沫从燃料箱脱落的画面，而且清晰的看到它击中了机翼的前缘。这个异常呢是在任务的第2天被检查高分辨率胶卷的工作人员发现的，他当即就向管理团队提交了报告。管理团队在读了报告、看了录像之后呢，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还够不上影响到飞行安全，所以只要求各个部门以较低的优先级别来处理这件事情。其中就包括否决了工程师提出的使用间谍卫星来对受损位置进行高清成像的请求。他们这样安排呢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泡沫脱落已经是每次航天飞机发射时的家常便饭了。就是哥伦比亚号本身呢，在它1981年首飞的时候就已经被脱落的泡沫撞击过了，还因此换掉了300多块的隔热瓦。而79个航天飞机的任务当中，更有多达65个都被拍到过泡沫脱落，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安全降落了。所以这次的泡沫脱落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航天飞机上7名宇航员一切照常，在进行他们的实验。1月23日，也就是在任务开始的第8天，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地面的邮件。第一次知道了泡沫撞击的事情，但他们并不紧张，因为信中是这样说的：有一件事情呢，其实根本不值一提，但我还是希望让你们知道，免得到时候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的时候呢，显得太过惊讶。那就是在升空大约80秒的时候，照片分析显示，有一些从外挂燃料箱上脱落的隔热泡沫碎片撞击了飞机的左翼下表面。专家已经对高速摄影进行了审查，无需担心碳纤维板和隔热瓦有损坏。我们在其他航天飞机升空的时候呢，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所以呢，不用担心返回时有任何的问题。宇航员当然完全相信地面专家的分析啦，所以计划仍然保持不变。2003年2月1日，任务执行完毕，哥伦比亚号该返航了。在出入大气层时呢，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几分钟之后各种传感器的警告灯就开始闪了起来了，尤其是位于左翼的温度传感器。很快，地面上已经能够看到有碎片在脱落的现象了。不出所料，脱落的正是那块在发射时被泡沫撞到的隔热瓦了。失去了隔热瓦的保护，超高温气体得以迅速进入机体，从里面开始撕裂整架航天飞机。你能够想象此时还在飞机里面的那7位宇航员所面临的恐惧和绝望吗？我只希望这个过程呢越短越好。好了，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所以根据时间线看下来，你觉得这最后的结果是有可能被改变的吗？怎么才能改变呢？其实在事故发生之后哥伦比亚号事故调查委员会呢的确做出了一种假设。如果 NASA 在发现泡沫撞击的当天，也就是飞行任务的第2天，就足够重视并及时行动的话，这7名宇航员是有可能获救的。营救的手段可以分为自救和他救，在轨维修与发射另一架航天飞机去接机组回家。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他们的可能性。假设当中NASA 应当在得知泡沫撞击的第一时间就通知航天飞机上面的宇航员，让他们做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准备，然后马上打报告给空军，要求调用间谍卫星来对受损位置拍照。理论上呢，在飞行任务的第3天他们就能够拿到间谍卫星的成像了。此时任务中心就可以非常确切的知道这里的受损情况是不是会对航天飞机造成实际的威胁。如果是的话，2条救援路线将同步开启。航天飞机中的宇航员需要出舱进行太空行走，到达受损位置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而地面上的航天飞机呢，则将跳过许多的流程，马上进入到准备阶段。你也许会说，航天飞机的货运舱里面不是有专门的遥控机械臂吗？而机械臂上不是装着摄像机的吗？干嘛不让摄像机先去近距离的检查呢？的确哥伦比亚号是第一架装上了这种叫做加拿大臂的遥控机械臂了，而且呢，在第2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装上摄像机了。但很不巧这次任务它偏偏就没有带上摄像机，所以就必须要宇航员亲自去查看。由于航天飞机上面的宇航员呢，并没有国际空间站上用的那种带机动的航天服，所以他们必须2人1组同时出舱，一人挂在打开的货舱盖上面，另一人呢则紧紧抓住第一个人的脚，才能够去接近受损的位置。这自然呢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但是相对于所冒风险的收益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如果查看评估之后认为有维修的可能性的话，他们就会就地取材，使用航天飞机上现成的材料开始动手了。有哪些材料呢？钛带算是一个，这在航天飞机内部的很多部件上都能够找到。隔热毯算是另外一个，它就是覆盖在航天飞机上表面的那些白色材料了。还有呢，就是货舱的隔热衬套了。思路是这样的，把钛带和隔热衬套塞进机翼隔热瓦受损的破洞里面，让它们紧紧地填满从隔热瓦表面到翼梁之间的空隙，然后再用白色的隔热毯从外面包裹起来，做成一个临时的防护装置，使得机翼能够在重入大气层时1500度的高温下挺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还是太大，因为这种临时混搭而成的材料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航天飞机上面的宇航员呢，又无法去准确的进行评估，无法评估意味着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返回，其实跟没有做处理没啥区别了。所以看起来呢，再贵维修并不可行，那就得依赖地面救援了。在飞行任务的第4天也就是1月19日，另一架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已经在为3月1号的国际空间站之行呢做准备了。如果可能的话，它可以马上调整目标，并最快于2月9日发射升空。当然，这意味着要跳过很多标准的流程，也要求换上最有经验的宇航员，并最小化团队规模，以便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去接哥伦比亚号上面的7个成员。在短时间之内要准备妥当的还包括飞行软件的修改、营救计划的制定、失重下救援的训练和多套舱外服的配置等等。总之如果成行的话，就没有后来火星救援什么事了，因为真实的事件远要比故事来的震撼。与此同时在等待亚特兰蒂斯号的哥伦比亚号上面，宇航员们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少活动，以降低食物、水、氧气、二氧化碳吸收罐的消耗速度。基本上呢，这个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它在货舱当中还带着一个额外的试验舱，这些物资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足够他们用上30天了。如果能够尽量省一点的话，能用更长的时间也没有啥问题的。但是他们真的能等来亚特兰蒂斯号吗？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谁能肯定亚特兰蒂斯号不会被泡沫撞上呢？他们俩基本上没啥区别，既然你会因为这个原因回不来，那么我也有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回不来呀。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NASA 就彻底完蛋了。所以也有一些传闻说其实当年 NASA 的高层已经预计到了会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他们还是选择保持沉默。一是知道所有的营救方案都很难成功，二是与其这样让宇航员绝望的等待死亡，还不如让他们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离开人世。三呢，我想应该是对 NASA 而言，救了不成功，反而不如一开始就不救。所以7名宇航员的命运就这样在他们离开地面80秒之后呢，已经注定了。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会选择知道真相呢，还是选择蒙在鼓里呢？最后也许会有人说，不是还有国际空间站在天上吗？为什么 NASA 就不考虑它呢？很简单一是哥伦比亚号上面带了实验舱，所以就装不上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对接模块了。二是呢，即使它带了对接模块，也飞不到那儿去。因为国际空间站的轨道倾角为 51.6 度，而哥伦比亚号的轨道倾角为39度。如果它想要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话，就需要以3840米每秒的速度转移才行。但是呢，它有限的轨道机动发动机只能提供每秒137米的转移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好了，逝者已逝，航天飞机也都早已退役了，我们只能纪念这些失去的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机器为人类太空探索所做出来的贡献了。同时呢，也提醒着我们零容忍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